a series of unfortunate events. 有没有想要离职？嗨，我是 Bonita， 我是 Basic Models Co-founder 跟总经理。我在 Basic 负责的东西是 everything， 包括 development、talent management、公司的财务、公司的大方向等等。今年是我的入行的第19年，入行经过。第一间公司待的是 commercial talent agency， 因为碰到一个很好的 manager， 所以他们其实给我空间蛮大的。我在那边把现在 Basic 开创不同部门的经验都经历过一遍，之后开 Basic 比较顺的时候，也是感谢那几年在那边做了很多尝试。之后加入了一间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1年才开了 Basic。那 Basic 应该算是有点没办法才做的一个事情。工作中最喜欢的部分应该是从零开始训练起一个新人，然后看他从什么都没有的阶段到开始发光发热，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成就感的。你怎么包了点什么？No, the walk is weird. The walk is so weird. Dang. Why do you look like a cat prancing? Oh. Did you practice before you come in? Yes, I did. Okay. But I'm really very nervous. So you're going to be on stage tomorrow? It's going to be so epic. ？Alex 也要在里面啊？没有，我把它拿走。我是想站在上面。我可以给你一个，你要活着还是死掉？没有想到他们两个会同时怀孕，没有想到他们差不多实习生。从他们休产假开始算起，差不多1个半月，我能尽量不打扰就不打扰。但他们其实也很给力，很快就回来了，所以很谢谢妈妈们，妈妈们辛苦了。嗨，大家好，我是易如，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e-com bookings， 协调模特还有 client 之间的沟通交流，安排模特的档期。今年是我在 Basic 的第7年，快要8年啦。入行经过，我大学念服装系的时候就经常跟 Basic book 模的，然后我也有 follow Elise， 之前就觉得 Elise 的工作很有趣。所以毕业过后，我就 try luck email Basic Models 问看他们有没有请人，结果 Bonita 就安排我去 interview 了。之后 interview 的时候 ，Bonita 就讲我很可爱，很像小狗，然后就这样我被领养啦。工作中最喜欢的部分，我刚入行的时候需要经常跟模特 on set。然后每一次都可以去到平常去不到的地方，比如说5星级套房、上游艇、杂志社、摄影棚，然后还可以出国。但是现在老了，我就只想每天坐在 office 里。哪里？为什么你没有穿红色？都没有色。你没有 get 到 memo？ 有没有水的呢？顺便可以借我一下。是水的呢OK， 因为我戴了这个帽子，等一下我的那个刘海。可以，晚上了。嗨，大家好，我是 Elise 经纪人，还有就是 Basic Academy 的主要负责人和导师。今年是我加入 Basic Models 的第9年。他真的哭很大聲哦！嚟，你入房睇佢啦。啊，你入去啦。
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当时候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先生，他是在新加坡工作，然后我就辞掉了我在吉隆坡的工作，过去新加坡和他一起生活，还有找工作。当时候在 Google search 的时候，就误打误撞进了 Basic Models 的网站，然后他们那时候正在招聘经纪人助理，所以我就发了我的 resume， 可是等了几天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打电话给 Bonita， 我那个时候还记得他的语气是有点不耐烦的，我就想要急着结束这个话。我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候人在国外，然后后来他回来之后呢，就安排了在公司面试，然后当天就确认了我拿到这个 offer。以后多赚更多钱。我们可以低沉的声音讲重复这一句话吗？我以后工作要赚更多。因为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吉隆坡照顾小宝宝，这份工作可以让我 work from home， 而且又是我很喜欢的团队，还有我喜欢的工作内容，而且我觉得相比前几年，其实我的抗压能力应该有提升，所以就是希望可以在 Basic 继续多待个10年。我其实很喜欢这份工作的多变性，就是它会有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工作內容。公司也有自己開發的 YouTube 節目。有一個係咪？呢個係邊個？I mean 你知係邊個冇？我點知啫？A couple of profiles that I am having a big question mark, then I need your feedbacks on。我昨天晚上有一个小想法，我不想聽。我就是最近对我的 industry knowledge 这个东西一直很不满。或者是我们也会跟品牌合作，时装秀，也有跟 A4 Arcade 合作推出服装 collection。我会经常飞出国去开会啊，或者是面试模特。泰国有一次和一个广告公司见面，当时候我进那个会议室，整个会议室都是他们所有的高层都在那边，所以他们大概有10位高层。对我一个进去只是想要 pitch 我家模特，然后如果你们广告有正在找模特的话，可以考虑像我们家的模特啊什么的。就他们以为我是带着几千万的 project 过去要跟他们谈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把所有的高层都叫过来了。那时候就有一点小尴尬，就想要赶快就是讲一讲，然后赶快结束。最困扰的是管理人心是最难管的，他们有些情绪也会影响到我的情绪，有时候那个负能量有点负荷不来。Now, what's the point of looking in life, for example? What I do say it again. I need to look at the right No. So like, Nothing. like that, I think that's something else that I had 2 jobs, so maybe. Hello. Hello.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Like, Bonita, hi, by the way. I'm here. Hi. Do you want me to call you back in 5 minutes? I'll just give her time to change. Okay. Oh, okay. All right. So you don't have any tattoo, right? No tattoos. So I will just ask you like several questions, like a simple one first, and I will check your image again. For sure, yeah. The belt is a bit too much though. Oh, yeah. Do you have another outfit though? No? I bought a black dress. Can you change the dress? Okay, yeah. For what? 我又不是什么大咖，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auntie 而已。One can start first. No, if she asks you what you've done in Singapore. I do only one house. Yes. 最困扰的地方，我看起来很小，然后很矮，所以我每次带模特到场或者去 event 的时候，client就会觉得我是一个小妹妹，不像Elise，她一走出去，她气场就很强。然后有一次，有个client还想摸我的头，真的很像一只弱弱的小狗，来喵。有没有想要离职？没有啦，Bonita在看。例如是好像从以前到现在没有提过辞职 ，I don't know why。但我希望就是可以尽量保持这样子，非常需要他在这边。我那时候就是在2018年就提出了我要辞职。当你的责任越多，你需要处理的状况就越多。就比如说，可能在拍摄当天，模特才告诉你说他生病，他没有办法去拍摄，那你就要赶快找人去替代。会有顾客，他们可能半夜就不断的发信息给你，就是想要聊就是关于隔天早上拍摄的安排，然后这些都是你不得不牺牲你休息的时间去回复的。
我其实从他辞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作为老板的压力是很大的，有时候当然也是会反省一下，是我什么事情没有做好。当模特经纪人有什么必备条件？心计，你要对细节抓得很紧。比如说，可能有些 model 他们对什么东西不舒服，有些什么事情可能他不敢跟你讲，但你要自己去抓到一些蛛丝马迹，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他表现不好，是不是因为他害怕什么什么？胆子要大，因为你要去勇于去尝试可能各种新人。或者是可能也要去接触不同的领域，你要去做敲门的动作，或者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做很多 placement trip，我们做很多拜码头的动作。我其实很讨厌去 hustling， 这个其实也一定要有一定的不要脸。好像是在我工作的未满1年的情况下，他叫我去pitch 婚纱店。他说只要你可以 survive 婚纱店的人，你可以 survive 任何顾客。新加坡有一条婚纱街在丹中巴干那边，对，我那时候就大概跑了好几次吧，所以我每一家都是厚着脸皮推门进去说：“你好，我就是 Basic Models 的经纪人，我想要向你推销一下我们家的模特。”我不喜欢做这些突然要进去就是跟大家打招呼这种动作，还是要谢谢就是伯妮塔，就是把我训练的这么 tough，OK， 谢谢他。但是他对其他不可以。好像没这样，这一段不能剪，这一段不能剪。不知道为什么他都是派我出去，然后一如就是坐在公司可可爱爱的上班，因为我的形象很适合丢出去 social。我高大嘛，因为一如可能比较小只，他们出去他们就觉得这小朋友来干嘛？就15岁的小朋友来干嘛？有一点像吉丽娜这样子啊。对，所以我高大，我至少有我虽然很慌张，但是我至少有那个气场。模特经纪呢，非常适合无所事事、抗压性强，然后喜欢手机不离身的宅女。因为需要24小时 on standby， 像吃饭啊、逛街啊、看电影啊，还是睡觉前，你都需要查看手机。偶尔碰上半夜拍摄 overtime， 你也需要每个小时起床，然后关心看看模特精力还是体力 O 不 OK。早上需要早起看一下模特有没有到达市 location。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做得到的话，你有信心的话，那就来吧。反正我也是边吃麻辣边哭边回复信息，这样熬过来的，耶！我先走了。哦，明天见。哦，明天星期五，bro。哦，对哈，OK，下星期见。啊，拜一见。Today is Friday. Mama work from home day. Happy? Happy, happy, happy. Okay, bye bye. Bye bye.